林彪的神秘地下行宫能防核武器、水电武器物资齐全。今天我就要去探访神秘的林彪地下行宫。它位于浙江杭州西湖边，坐在网约车上，可以看到西湖周边的风景非常宜人，路两边大面积的树木，行人稀少，显得特别幽静。林彪行宫也就是704工程，招牌非常小。林彪行宫地上的一部分建筑被改成了浙江宾馆。我今天参观的是浙江宾馆之外的部分。704工程的入口比较隐蔽，我找了一圈才找到。工程的地下部分相当于是挖空了这座小山的山体，小山上植被茂密，空中侦察是很难发现的。如果入口处的伪装做得好的话，同样很难发现。门票16元一张，我个人觉得非常实惠。入口处粘贴了一些毛主席语录，还展示了当年红卫兵的服装。林彪的3幅照片，其中2幅分别标示为抗战将领和开国元帅，这让我有些迷惑。从这2个称呼定位上来看，这个景区似乎对林彪更多持有肯定的态度，而我手中的门票上却又写着704工程是林彪计划武装政变的指挥中心。其实也很正常，林彪这个人功过都非常巨大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，林彪是解放军中的战神，说他有丰功伟绩都不为过。但后期林彪试图反革命政变，最终叛逃坠机，也背上了千古罪名。可能景区的意思是让大家分开看林彪的功和过。从简介中我们可以看到，704工程建于1970年4月，分为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。地上部分是由4栋别墅组成，地下部分则是一个功能相当完备的地下要塞。旁边做了一个沙盘，可以看得更直观。我首先要去参观地下的部分，经过朴素的检票口后，就正式进入了地下坑道。首先迎接我的就是一堵非常厚重的铁门，重达500千克。704工程每个出口的防护门均有4道门，做到密闭隔绝，可以抵挡常规武器、生物化学武器及核武器的攻击。继续往里走，通道里气温开始下降，空气更加潮湿，还有些淡淡的发霉的味道。这是地下室卫生间，配备了抽水马桶和洗手池。按照当时70年代的水平来说，也算是豪华配置了。接着是地下室水房，这里是地下室供水系统，可以储水30吨左右。通风机房规模比较大，主要作用是输送新鲜空气进入地下室，使室内外空气形成对流。里面有大型的设备，具有一定的科技水平。704工程的核心部分由工程兵部队建设，浙江几个地方的民兵则参与了保密性更高的工程地下部分的建设，一共动用了7000多名民工和大量的工程兵部队。704工程可以说是一个绝密工程，即使是在建设最高潮的时候，工地外的人都不知道这里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项目。施工现场实施全封闭军事化管理，有严格的保密措施，连消防车、救护车等专业车辆也必须经过允许才能进入。运进来的建材和运出去的垃圾都是用分段运送，一位司机开一段路后交接给下一站司机，所以没有一位司机能说得清楚到底这些车辆是来自哪里，去向何处。很多施工人员都是来自杭州周边的地方，但车队在路上特意绕了很多路，整整开了20多小时才达到工地。施工人员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到了什么地方，具体是在哪里干活。施工人员被分配到不同的作业区域，承担不同的建设任务。不同区域、不同岗位的工作人员不允许聊天，更不允许串岗。所以虽在同一工地干活，但不同区域的人根本不知道其他人是从哪里来的，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。继续往前走，到了配电房，地下工程带有独立的发电设备，即使切断外接电源，照明及各项电气设备仍然不受影响。配电房前面是警卫室，放着2张窄窄的床、2支步枪，桌上还有头盔、茶杯和热水瓶。我比较好奇里面一共配备了多少警卫人员，但没有查到相关的数据。接着就是物资仓库，一旦战争爆发，依靠内部战备物资及自备的发电系统、供水系统、
空气调节系统、作战指挥系统，在没有任何外界补给的情况下，依然可以在704工程地下生存，并坚持指挥1个月以上。物资仓库里挂着2件军大衣，货架上摆着大量的压缩干粮，我估计应该还有柴油、武器、弹药等战略物资。旁边是医务室，主要是进行临时医疗体检和急救。医疗室里面的白色服装椅套和拉帘，长时间没有清洗，上面长满了霉斑，看上去就像沾满了血迹，令整个场景显得非常诡异，很像恐怖片的片场。这里做2个塑料的警卫，显得很没有必要，毕竟这里是实打实的硬核地下军事要塞，没必要弄这种假把式。这一段走廊介绍了林彪相关的战争电影，回顾了林彪军旅生涯中的光辉时刻。最后的总结便是这个战神之路。看来不管后期的林彪如何，对于他的军事才能几乎是没有争议的。这里是通讯室，摆着各种电讯设备，看上去挺正规挺专业。实际上这里有一个大穿帮，因为有栏杆拦着，游客无法靠近。我用长焦镜头拍了个特写，发现这些电讯设备上面居然写着激光枪战历险工目标控制器，出品的厂家是北戴河剑奇游乐设备有限公司，应该是给小孩玩的电子游戏机。如果只看外观，摆在这个场景里确实挺像那回事的。我建议可以把上面的字全部抹掉，毕竟现在手机的长焦镜头越来越厉害了，像我现在用的这款国产手机使用了潜望式的长焦镜头，光学变焦素质本来就挺好，再加上 AI 算法能把模糊的画面变清楚。自从有了这款手机，我出来旅拍再也没有携带过又重又大的长焦单反相机。至于是什么国产品牌，我就不说了，毕竟他们没有给钱。有一点要吐槽的是，林彪的书法确实一言难尽，这2个字战斗水平还不如我。顺便打个广告，我现在也在卖自己的书法作品，都是名人真迹，童叟无欺。各位朋友们，各位家人们，不要998，也不要698，只要380。你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万一我以后成了顶流，作品还有可能升值呢。回归主题，通讯室的旁边是会议室，2面墙上都挂着军事地图，桌子上也摆着地图，这个座位想必应该是林彪的位置。会议室后面的架子上还摆着2支步枪。再往里是作战室，主要用来研究作战行动，下达指挥命令。作战室里面基本也是会议室的布局，这可不是战争电影里的拍摄场景，而是实打实的军事作战室。有点困惑的是，会议室和作战室布置都差不多，它们在功能上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接下来还有一个比较豪华的接见等候室，摆着茶几和5个沙发，墙上挂着毛主席的书法。接见等候室的旁边是首长休息室，里面有沙发、茶几、床，还有衣柜。这里说的首长肯定指的就是林彪了。这个地下指挥所是可以直通地面的林彪别墅，连接段就是这一节回音通道，在这条通道的2头装有2个回音装置，只要有人进入通道，脚步声就可以在中央的监听室监听到，非常安全。通道的尽头是林彪的专用电梯间，坐电梯可以直接到达林彪的卧室。也就是说，一旦有紧急情况，林彪马上就可以从他的卧室转入地下指挥所。这里相当于是地下通道的最深处，明显湿度更高，地面和墙面已经是湿漉漉的，每次呼吸也有压抑的感觉。这就是通往林彪卧室的电梯。在那个年代，国内安装的电梯大部分都是从外国进口，可是林彪不仅在此安装了电梯，还是较为先进安全的电梯设备，可想而知这个工程的所耗费的精力、财力、人力。这个电梯现在肯定是不能使用了，我必须要通过一段很长的阶梯去地面上林彪的卧室。行宫盖有4栋别墅，占地面积为307亩。1号楼供林彪一家居住，2号楼是座游泳池，一是为叶群喜好而建，另一个目的是为其儿子林立果选美。此游泳池在上世纪70年代是世界一流的半标准池，装有大型空调和吸音板，以及自动循环过滤系统和自动出水控制系统、自动恒温装置等。3号楼位于1号楼的对面，
是共林彪的4大干将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居住的，因此该楼又被称为将军楼。4号楼则是给林彪在浙江的代理人陈丽云居住的。各房间的门窗玻璃也是特别设计安装的，它由防弹玻璃、防紫外线玻璃及普通玻璃组成的3层玻璃门窗。这样一安置，不仅具有保温、防紫外线辐射和防弹功能，而且从室内向室外看，外面的事物一览无余，而从室外却看不到室内任何东西。704行宫从外面看与当时的一些别墅没有多大的区别，但内部设计精巧，用材高档。1号楼的旋转楼梯用的是特优天然大理石，室内铺着的红色地毯是当时我国造价最贵的纯羊毛地毯。当时为了给704行宫赶制地毯，地毯厂放弃了11个国家的出口计划。在1号楼还有一个设计精致、酷似凉亭的封闭式日光浴室。林彪晚年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十分怕水，一年四季难得洗澡。从林彪的健康着想，医生建议他进行日光浴。林彪怕水怕到什么程度？据说看到山水画里有水也会很紧张。晚年的林彪不但怕水，还怕风。下属给林彪汇报时必须相距几米远，因为怕翻动文件的风吹到林彪。林彪怕风也很离谱，有一丝风吹进来，他就拉肚子，跑去上厕所。林彪的种种怪异表现，应该是当年战场上中枪留下的后遗症。可以想象，像他这种艰苦辗转战斗几十年，手握100万条人命的统帅，身体和心理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其中的痛苦与折磨，也确实是我等普通人难以想象的。对于战神的称号，林彪确实担当得起。蒋介石评价林彪：林匪狡诈无比，爱于回善穿插，不做正面硬拼，是黄埔最优秀的将军，是战争魔鬼。斯大林评价林彪是无敌元帅。毛主席评价林彪：这个娃娃堪当大任。现在的网络上，对于解放军中的2大战神湖北人林彪和湖南人粟裕，到底谁的军事能力更强，朋友们讨论非常热烈，各持立场。我个人偏向于选择林彪，原因有3个。第一，善战者无赫赫之功，意思是说，真正的战神是很稳的，不求打出极致以少胜多的传奇战绩，而是要追求大局中局都能胜。林彪就是稳扎稳打的典型，我方7万打对方5万，他都要反复权衡能不能打。而粟裕这边，我方1万面对敌人5万，他都敢打。第二，林彪精于妙算，在战争理论方面强过粟裕很多。林彪创立的3-3制、1点2面等战术战法，对解放军影响深远。第3点原因尤其重要，那就是我也是湖北人，